你是否曾渴望在人际关系中占据主导，让对方在精神上紧紧依赖你，甚至对你彻底臣服？这是一种比网上热炒的情绪价值更具魔力的境界，是人际交往中的帝王之术。你可能觉得这遥不可及，但其实背后的原理并不神秘，一旦掌握，你就能轻松驾驭。今天我就将这鲜为人知的秘诀分享给你，这条视频一定得看完，建议您收藏起来多看几遍。接下来全是干货和实操方法，听好了。首先请大家记住，你长期对一个人忍让，并不会换来他领你的情回报你，反而换来的是他的变本加厉，而且还蹬鼻子上脸。因为人性里有个东西叫做贪，人都是贪得无厌的，多数人都是欺负善良的。当然不是说叫你不爱，而是要有策略有手段的爱。对一个人好是需要策略和手段的，当你对一个人好过度了，换来的基本是对自己的伤害。因为你越在乎一个人，越在乎这个人，恰恰他越容易不在乎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们之间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相处模式，意思是说，他不用在乎你，也能换来你对他的在乎。这就像很多小孩，爷爷奶奶对他越好，他对爷爷奶奶越不好。你会发现，你身边的每个人对待他身边的每个人的方式，其实都是完全不同的，包括小孩都是如此。他面对同学时，面对爸爸时，面对妈妈时，面对爷爷奶奶时，他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和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是这个小孩善变，也不是这个小孩自己一手策划出来的。这些不同的相处模式，其实是由他的同学、老师、妈妈、爸爸、爷爷奶奶这些人培养出来的。一个小孩7、8岁，他所有的表现就是人性最本质的体现。他没有什么善恶美丑，也没有什么后天学的虚伪掩盖，就是比较真实的展现出人性最原始和真实的一面。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我儿子上小学1年级，他面对他身边所有的亲人同学，相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。他对他玩得最好的那个同学，表现是相当大方的。家里有好吃的，他会主动带上一些送给这个同学吃。但是他对他妈妈时，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不同。他表现得相当小气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妈妈对他好过头了，他在他妈妈那已经习惯这种不用付出就能得到的好，那为什么还要付出呢？所以他对他妈妈就形成了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回报的模式。但他面对他的同学就不一样了，他的同学需要他付出一些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人家才愿意跟他玩，所以他对他同学必须要付出。如果他不付出，他就得不到这个朋友，所以他就习惯了要先付出才能得到回报的模式。听到这里，如果是有孩子的宝妈，现在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吧？不用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再来看看我儿子跟我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呢？对于我这种打造相处模式的高手来说，收拾他跟打个蚊子差不多。他在我面前不敢犯任何错，绝对的3好学生，模范孝子。我一个眼神过去，立刻服服帖帖，毕恭毕敬，端茶倒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被罚怕了。我罚他从精神到肉体到物质，我在他跟我的相处模式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痛点。每次我罚他时，他外婆都会来求情，说我不该罚孩子，数落我一顿。他对孩子好得不得了，宠着惯着，买各种玩具和好吃的。结果呢，这个孩子对他外婆一点不尊重，经常顶嘴，对他外婆大喊大叫。后来他外婆发现这样下去不行，
已经失控了。后来我出面罚的时候，没有人再出面阻拦了。其实夫妻之间、合伙人之间、领导和员工之间，都是有这个相处模式的。你身边所有人跟你的相处模式，其实都是你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。那么该如何打造相处模式？打造相处模式的第一个核心叫做打造底线。人际关系绝对不是忍让，而是要有你清晰的底线原则。你要在最开始让你的孩子、老婆、丈夫、合伙人、员工、朋友清晰地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，而且这个底线是绝对不能碰的，碰了就要去剧烈地和他对抗，让他吃到苦头。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？就是你已经好到了没有原则和底线的地步，甚至对方已经触碰了你的原则和底线，你还是在强装笑颜，一忍再忍，这样只会换来对方的变本加厉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这么在意这个东西，这根本不是人家的错，这是你的错。就像我经常说，你无法照顾你的孩子一辈子，你就不要让他养成被照顾的习惯；你无法宠你的老婆一辈子，你就不要让他养成被宠的习惯。你让他养成了被宠的习惯，结果你又不能持续宠，那肯定会出问题。再讲个我身边的故事。我有个朋友，两夫妻刚开始结婚时，我这个朋友的老婆性格很好，属于那种贤妻良母类型，但是我朋友特别宠他老婆，宠到离谱的那种。刚开始我们这些朋友去他家吃饭，都是他老婆做饭，他就无事献殷勤，去厨房帮他老婆，结果越帮就做得越多。刚开始只是帮忙洗菜切墩，后来他炒2个菜，他老婆也炒2个菜。再后来呢，我们再去吃饭，他老婆就直接叫他去厨房弄，他老婆只是偶尔进厨房看看，指点2下。再后来他老婆就完全不动手了，饭是我这个朋友做的，连碗都是他洗。然后我还明显感觉到他老婆脾气发生了变化，对我这个朋友有点呼来唤去的感觉。我这个朋友呢，每次就是呵呵一笑，也不还嘴，绝对的好男人吧。其实他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没啥问题，可是结果却不是这样。前段时间我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他火冒三丈，说把他老婆打了，还要离婚。我说什么情况？他说兄弟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处处宠着他，爱着他，结婚10年，我忍了他10年。我最不喜欢做饭，但为了他，这10年来，天天我做饭，孩子也天天我接送。他倒好，脾气越来越大，动不动就冲我大呼小叫，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就打了他。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女人了，我说你先别吵，人家今天变成这样，不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吗？现在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你如果接受不了做饭带孩子，接受不了他对你大呼小叫，你们刚开始在一起时你怎么不说？现在已经忍了10年了，你说你忍不了了，你早干啥去了？你给他10年养成的习惯，你现在让人改，怎么改？再说了，你这把年纪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离婚孩子怎么办？继续忍吧，既然已经忍了10年，就干脆忍一辈子得了。实际上，这就是没有底线所最终造成的恶果，这个谁都怪不了，只能怪他自己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和你身边的有些人，你已经形成了长期固化的相处模式，建议你不要轻易去打破，要衡量你目前的筹码是不是足够大，对方是不是没你不行。因为长期培养下来的相处模式，要想打破，
一定是会产生剧烈的对抗。当然，如果你的筹码够大，对方的世界没你不行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打破这个相处模式，但过程一定是会比较剧烈，你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。但是如果你不去打破，继续延续下去的话，你就要思考你能不能忍受得了，因为你越忍让，对方会越严重。如果不能忍受，在你筹码够大的情况下，我建议要尽早打破，越迟越难。那么第二个核心，我们来谈谈建立记忆痛点和记忆爽点。尤其是第一次发生触碰你底线的事情时，你一定要狠狠地让对方形成记忆痛点，非常重要。什么意思呢？继续来一个真实故事。比如说，我跟我老婆刚开始在一起时，当时的相处模式还没有形成，这时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。我建议大家，恋爱的阶段，男的一方尽量要妥协和包容女孩子，因为恋爱的阶段你没有什么筹码。结婚之后，当你的筹码逐渐变大了，要及时调整恋爱时的这种相处模式。恋爱时你天天围着他转，他偶尔甩个公主脾气，你还能宠着让着他，这叫情调。结婚后男人是要做事业的，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想恋爱时的相处模式，那样动不动甩一下公主脾气，对这个男人和这个家庭其实是非常不利的。女同胞也不要对我有意见，女人的一生要想幸福，一定要明白，恋爱是偶像剧，婚姻是纪录片，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一场表演，婚姻才回归到真实。没看懂没关系，生活和时间会验证我说的这些。所以女同胞们，对男人有任何要求，一定要在结婚前提，结婚后就难了。所以婚后就要逐渐调整相处模式。比如我那时候跟我老婆刚结婚，有一次她叫我去做饭，我深知这个饭要是一做，以后这个事基本就变成我的事了，而且更多家务会变成我的事。我不是不想做家务，而是我的事业不允许，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件事上给她一个深深的记忆痛点，让她永远记住。然后我当时叫她去做，她也不愿意去，这时候就在战斗。然后我大发雷霆，狠狠地发了一顿脾气，把杯子都摔了，把事情闹得很大。然后我说我要忙事业，哪有时间搞这些事？如果你连饭都不能做，咱俩就别过了，明天就去离婚。他说离就离。这件事吵了整整2天，惊动了他的父母。后来他累了，他想了一下，为了做个饭就离婚，代价太大了，而且这2天消耗的时间，能做多少顿饭了？最后他妥协了，每次就自己去做了，做了一段时间，形成习惯了。结婚10年，除了过年过节，我没做过一次饭。过年过节我主动做那么一次饭，他还感动得要死，还说老公太好了，今天有口福了。你没看错，事实就是这样的。而且再也没有因为谁去做饭而发生争执，因为在这件事上，我给他的脑海留下了一个深的记忆痛点。然后他每次做完饭，我都会边吃边说真好吃，老婆做的菜太好吃了，他心里就会有一个记忆爽点。在记忆痛点和记忆爽点的双重作用下，就形成了在这件事上，我跟他固有的相处模式就是做饭是他的事，而且他从来没觉得他吃亏了，因为做饭已经变成了他的机械式行为和反应。现在他天天在研究美食呢，而且对我很恩爱。那你问我10年前那次发火，是真的发火吗？肯定不是，是有策略的发火。
所谓情商，绝对不是不发火，而是要懂得策略性发火。你可以表达你的生气，但你不能生气的表达。一种是有策略的行为，而一种是无脑愚蠢的行为。你面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场景，面对不同的事情时，要使用不同的情绪。那咱们在企业里也是一样，老板要打造合伙人之间的相处模式，管理者要打造团队和自己之间的相处模式。相处模式没有打造好，你就很容易被下面的人欺负。合伙人之间打造相处模式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吵架。不吵架的合伙人是不可能把事业做好的，而且一定是越早越好。为什么很多感情好的亲戚朋友在一起创业会分家？因为刚开始不吵，后面就会吵得无法收拾。如果开始没吵，就代表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忍气吞声，而且没有经过争论的决策，很容易走偏。其实训人和训狗是一样的，你认真听下面这个故事，领悟其中精髓。有一天，我买了一条小狗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黑。我叫小黑，来不来它不来，我又叫小黑，它还是不来，怎么办呢？于是我去买了块排骨，拿着排骨叫小黑，它来了。你连续1个月我都用排骨叫它，结果它都来了。1个月后，我不拿排骨了，我叫小黑，它摇着尾巴就来了。但是我发现它总喜欢趴在门口，不趴在它的窝里，怎么办呢？于是我在门口放了些带刺的草，它一趴就扎到它了。我又在它窝里放了点排骨，于是它就自己知道不爬门口了，爬窝里去了。后来我把门口带刺的草拿走了，把它窝里的排骨也拿走了，它还是自觉地趴到窝里，不趴在门口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就已经培养了它和我之间的相处模式。你看明白了吗？切记打造相处模式的最佳时机是第一次相处时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对方并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也不知道如何相处。而打破相处模式的最佳时机是在你的筹码足够大，对方离不开你的时候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由于内容受限，大部分文章无法公开完整版，全集请看主页。